1944年，二战战局已经对日本极为不利。陆军军官石正信这个号称魔鬼参谋的强硬派，带着命令去联合舰队宣读，因为态度傲慢，惹怒了山本五十六。山本为了羞辱他，特意安排他去士官食堂用餐，并且专门吩咐按普通士兵的标准，给他份工作餐就行。结果当餐盘端到石正信面前时，这位在战场上见惯了腥风血雨的军官眼睛都直了。石正信流着眼泪对海军军官诚挚地道歉，自己今天唐突了，顶撞了山本阁下，可阁下居然能大度地以最高标准来招待自己，让其很惭愧。他这反应反倒把想羞辱他的海军给整不会了。日本海军和陆军一边是觥筹交错，夜夜笙歌，一边却是饥肠辘辘，甚至活活饿死。这幕荒诞剧堪称二战史上最讽刺的画面之一。今天咱们就来一起聊聊二战日军伙食。在当时的日军中，流传着宁当海军炊事兵，不当陆军小队长的说法，足以见得海军伙食的诱惑力。而海军的伙食巅峰当属被称为大和宾馆的大和号战列舰。这艘巨舰装有8台6000瓦的发电机，在保证弹药冷却的同时，能够直接保证大和号全舰空调制冷。拥有总容积223.4立方米的食品冷冻库，相当于560台家用冰箱的冷冻库，存放着肉类、鸡蛋、乳制品、蔬菜和水果。不易腐坏的米麦面酱糖罐头则放在上中甲板的40多个食品库中。舰上还拥有制作茶汤、羊羹、豆腐的机器，以及利用二氧化碳兑制的柠檬水的机器。此外，各厨房均配有1台1马力冷冻机，用于制作冰淇淋。而且大和号上的厨师长和很多主力厨师都是特意从东京帝国饭店请来的，他们操刀的食谱相当丰富。先看普通海军士兵的日常，早餐是黄油面包、煎蛋配咖啡，午餐有咖喱饭、煎鱼、炸猪排，还能无限续碗，味增汤、烤鱼、炖牛肉应有尽有。每周还能吃上1次螃蟹罐头。根据海军后勤记录，1942年普通水兵每天的配给是1公斤大米、180克肉类、50克鱼类和30克蔬菜，这标准比陆军军官还要高3倍。海军的奢侈还体现在细节上，为了防止士兵得脚气，海军规定主食必须是米麦混合饭，大米和糙米比例8比2，但士兵们嫌糙米影响口感，硬是逼着炊事兵改成9比1，多余的糙米直接往海里倒。结果每次军舰航行过后，船尾都跟着一大群鱼抢食，被陆军士兵愤怒地称为海军的移动养鱼场。漫画家高桥猛曾在比瑞号担任主机长，对海军的厨房非常的熟悉。后来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了很多诙谐的漫画，《海军炊事兵物语》里就画过这一幕，炊事兵一边倒糙米一边叹气，而远处的陆军士兵正眼巴巴地望着海面。海军军官的伙食更是堪称米其林级别。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用餐时，不仅要穿礼服，还有乐队伴奏，菜单更是中西合璧。前菜是法式沙拉，主菜是牛排配红酒，甜点是日式和果子，连餐具都是银质的。1941年，山本五十六招待德国军官时，一顿饭就上了12道菜，光葡萄酒就开了8瓶。这顿饭的花费够陆军一个连吃1个月。不仅日常的伙食非常的丰富，晚餐结束后，没吃饱的士兵还可以到舰上小卖部购买烟酒、面包、点心等作为宵夜。这种奢侈的饮食条件使这艘巨舰获得了大和旅馆的美称。即使到战争后期，海军的伙食也没差到哪里去。1944年马里亚纳海战期间，虽然物资紧张，但海军士兵依然能吃上罐头和米饭，而同期的陆军士兵已经在吃树皮了。有海军老兵回忆，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他们的舰上还有储备的巧克力和清酒，而陆军早就开始以物易物，用步枪换农民的红薯。与海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陆军的伙食状况可谓非常惨淡。尤其是进入二战之后，饿这个词好像一直和日本陆军如影随形。其实在二战之前，日本陆军的伙食标准算是不错，毕竟日本的工业已经很成熟了，而且日本军队的地位相当之高。不说每天大鱼大肉吧，但一般情况下吃饱吃好还是轻轻松松的。以1938年昭和14年陆军伙食标准为例，当时一个士兵每天有精米640克，精麦200克，在副食方面还有150克肉类或者替代的牛肉或鱼肉10罐头
500克左右的蔬菜、110克的小菜，以及对应的酱油、糖。作战部队还会配发香烟、冰凉丸、奶糖等等。到了二战前期，这个标准还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变成了精米660克、精麦210克、新鲜的肉类或者罐头210克、新鲜蔬菜600克，或者脱水的菜干120克、泽安60克、味品和糖，以及每天3根香烟的精神补给。这标准放在当时的日本民间，绝对算得上中产阶级伙食。要知道，普通日本农民一周能吃上半顿精米就谢天谢地了。这份难得的豪华套餐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十分简单粗暴：抢。日本国土狭小，资源枯竭，想要维持长时间的战争，就必须依靠以战养战的策略，靠着从各地搜刮抢劫，借着明治维新后火速提升的战斗力，日军在亚洲各地所获颇丰。所以日本陆军士兵的伙食在一开始十分丰富，他们吃着牛肉罐头，喝着清酒，甚至还有巧克力、炼乳等奢侈品。许多日本士兵参军前连白米饭都吃不到，可是参军后却可以经常有肉。当时日本有着很强烈的米饭崇拜，所以很多青年为了一口白米饭自愿参军。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随着逐渐恶化的外部环境和不利的战局，陆军的伙食就开启了自由落体式降级。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米麦混合饭里米的比例越来越低，肉类也变得稀少，偶尔才能见到肉干。到后来干脆换成了味增汤里飘油花的象征性补给。因为日本陆军的补给方式十分有限，极度依赖铁路和道路运输，不仅效率低且风险高。战争后期，日本国内已经完全无力继续供应驻外的日军伙食，所以驻外日本陆军只能自己去抢。当时最悲催的就是在东南亚作战的日本部队，高热高湿的环境让鲜肉和蔬菜根本无法长期保存，而且丛林的特殊环境也不利于铁路后勤运输，所以东南亚经常出现盟军那边大鱼大肉，日军却吃着糙饭团充饥，甚至经常连饭团都没得吃，饿得只能去啃草皮。最著名的饥饿事件就是在英帕尔会战中，当时木田口怜也麾下的10万日军惨败，就是因为没有了后勤给养。英军后来打扫战场时，发现很多日本士兵都是因为饥饿而死。真正让陆军沦为吃草大军的是1943年后的后勤崩溃。由于海军把控着海上运输线，陆军的补给船要么被盟军击沉，要么被海军截胡挪用，被切断补给的陆军士兵只能开启荒野求生模式。电影《野火》里就真实还原了这一幕，士兵们为了抢半块发霉的饼干大打出手，因为饥饿而发生的大规模溃逃事件比比皆是。为什么同一军队中的2个军种伙食差距如此之大？这就要先从双方的矛盾说起了。日本陆海军之间的矛盾可不只是互相骂句马路那么简单，双方积怨已久，两军的矛盾可以追溯到日本战国时期。萨摩藩与长州藩就因政见不合而互相仇视。到了二战期间，两军因为侵略政策的分歧更加的水火不容，双方几乎无法在任何事上达成一致。小到螺丝铸造上，海军造的螺丝往右拧，陆军的螺丝一律向左拧。从组成构架上来说，双方也差距巨大。日本陆军主要来自民间征兵，而海军则多数是贵族出身，特别是军官，几乎清一色来自日本贵族阶层。这种阶级差异直接决定了两者的待遇差距。海军从建军开始就师从西方，尤其是英国海军模式，军官们大多留学英德，深受西方贵族文化影响，吃喝用度全都讲究排场。而且日本作为一个岛国，一直将发展海防和海军作为头等要务，有着重海轻陆的资源分配政策。明治维新后，日本就把海军视为扩张的尖刀，军费常年向海军倾斜。1941年，日本军费总预算中，海军占比 53%， 陆军只占 47%， 但海军的兵力还不到陆军的一半。更过分的是，陆海军采购装备时都互不配合，分别以自己的名义去英国买武器，还故意抬价不让对方占便宜。这种内耗直接导致陆军后勤补给常年跟不上，后勤保障理念也存在天壤之别。日本海军学习英国海军传统，重视官兵生活保障，军队不仅有专门从事炊事作业的主祭兵，军舰甚至会定期有西餐会。而陆军则弥漫着一种唯意志论，秉持精神至上主义，认为数量要用训练来抵挡，钢铁要用肉弹来碰撞。被尊为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宣称，武士之道在于忍耐，
贪图口腹之欲，必损斗志。鬼畜将军牟田口莲也就说过，日本民族是素食主义，所以在补给被切断的情况下，他依然让10万日军挖着野菜和草皮去打仗，最终10万日军损失了将近90%。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对陆军宣传的是饥饿教育，但为了招兵却选择发动伙食宣传战。为了掩盖伙食差的真相，陆军部特意拍了宣传片，画面里士兵围着餐桌吃着牛排面包，配文大日本陆军将士伙食充足，战力无双，还专门印发在1937年出版了《军队条理法》来宣传陆军的菜单，其中记载的各类美食琳琅满目，堪称豪华。结果这宣传片被前线士兵看到后，大家气得把手里的野菜饭团砸向银幕，这大概是日本陆军史上最失败的舆论引导。最荒诞的是，陆海军的伙食矛盾居然影响到了战局。1942年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陆军士兵因为吃不饱饭，战斗力大幅下降，多次请求海军支援粮食，结果海军以军舰装不下为由拒绝，眼睁睁看着陆军被美军包围。后有日本军事专家总结，如果当时海军能分出1半的粮食给陆军，岛战役或许不会输得那么惨。由此可见，吃饭真是头等大事啊！好了，日军伙食的事儿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胖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